找我？借我50万。什么？借我50万，我有急用。你要50万干嘛？算了，当我没说。钱可以借你。那我现在就要。现在？反正我会想办法尽快还给你。这笔钱对我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可以给你打借条，利息的话可以按照银行的利率来算。我又没有跟你算利息。我觉得我跟之前算的清楚点比较好，不想欠你。好，算利息是吧？照我说的算。行。你都没有问利息是多少，你就答应？只要你算得清这笔借贷关系的话，利息多少你决定。很简单，利息就是跟杨明分手，并且在还清本金以前跟我在一起。你，哎！你自己想清楚，钱随时可以借你。好好考虑。乙方钟可可向甲方唐少磊借款50万元人民币整，在本金未完全还清之日，只要甲方一声召唤，乙方必须随传随到。2，借款日起3日内，钟可可必须跟名义上的男友杨明分手。不对，这里有一点要补充说明。借款日起3日内，钟可可必须在唐少磊面前跟名义上男友杨明分手，并且明确的划分界限。无不无聊。继续。3，不许将协议内容泄露给除钟可可、唐少磊之外的第3个人知道。4，两人之协议建立在借贷双方自主自愿的情况下，所以任何人不准中途反悔。5，唐少磊不许向钟可可打听或者询问钱财的用途。6，在此协议进行中，钟可可必须保持单身，不准谈恋爱。你有病吧你？你就这么想谈恋爱啊7，唐少磊不许干涉钟可可的私生活。8，钟可可不许跟唐少磊顶嘴，而且要和颜悦色，要百依百顺。你干脆说我卖给你得了。好啊，就这么多，你白纸黑字签上名。但是你要注意，一旦你签上名，就不能反悔，不然一定要负法律责任。还真丑。等一下，我要加一条。好啊。协议进行期内，唐少磊不能因为协议相关内容而与梁若杰分手。不对，不管什么原因，唐少磊都不能和梁若杰分手。哎，钟可可，有问题吗？没问题，我先签了。拿来。我好渴哦，帮我倒杯果汁。你脚断了。谢谢。
你的协议书，还有你的支票。可以走了吗？可以，但麻烦你回去之后，把协议的内容给背熟。医生，你找我吗？啊，你来了，请坐。是不是东东的病情有什么变化？啊，不是，病情暂时稳定。今天找你来是想和你确认一下，什么时候可以进行骨髓配对。我随时都可以，我希望越快越好。那好，那你拿这个去付一下押金。医生，请问一下，我要先支付多少？这上面没有写。这个我和你丈夫说过了。我丈夫？少英，单子给我，干嘛？交费。可是你别管那么多了，一会儿再说。你去那边坐会儿，等我一下，我很快。去啊。谢谢。哎呀，不是跟你说过了，不要再跟我说这两个字了吗？可可，这么大笔钱，你哪儿弄来的？你别管我这笔钱从哪儿来的，反正钱我已经付好了，你现在只要安心照顾东东就行了。这不是一笔小数目哎。我知道这不是一笔小数目。那我这样问你吧，如果我没有弄到这笔钱，你打算怎么办？行了，不要想了，反正现在一切都搞定了。你眼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东东的病治好，其他什么都不重要。还是那句话，有问题我们就解决问题。哦，对了，我哥，我让他回家休息了。今天晚上他还要出摊，因为现在这笔收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我们不能放弃。可可，我想我这辈子可能都不知道要怎么样报答你们的恩情。哎呦喂，好了，你又来了，你看。哎，好，我不收了，不收了。等我一下啊。喂。喂，你在哪？干嘛？待会跟我出去一下。疯了你！钟可可，今天才协议的第一天，你该不会就想反悔吧？行行，我知道，我尽快赶过去，拜拜。怎么啦？没事儿。几点了？你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闲得无聊没事儿做啊？以后我找你，你必须用最快的速度赶到，
去哪？跟我上车就知道了。让开，坐好，快！你要我陪你来这里干嘛？寻找刺激啊！我大老远的陪你来这儿，就是为了去游乐场。大哥，我有很多事情要忙的，好不好？协议第一条，只要唐少磊找你，不论你在何时何地，都必须随传随到。你没忘吧？不饿啊？你现在是在跟我吃饭，还是跟他吃饭？有什么问题？你现在是在跟谁吃饭？唐少磊啊。他是唐少磊吗？那从现在开始他也叫唐少磊好了，好不好啊？唐少磊，你饿不饿啊？痛痛痛痛。今天开心吗？没有什么开不开心的，履行协议而已。那好啊，你准备什么时候履行协议的其他内容？什么意思？协议第2条，借款3天内，钟可可必须跟她名义上的男友
杨明分手。怎么样？想反悔啊？白纸黑字可是写得清清楚楚的哦，你可是答应的哦。大哥，你别那么幼稚好不好？这是个原则问题，钟可可，你可别指望我在这件事情上跟你妥协。我又没说不去，这不还有2天时间吗？哎，跟他分手就让你这么依依不舍？不，这不是分不分手的问题，是我还没有想好要怎么跟他说的问题。你就跟他明说，直接说。总而言之，你必须在我面前跟他说清楚，否则什么？现在就还钱。幼稚。反正尽快跟他说清楚。唐少磊，干嘛？吃饭。没说你。吃。游乐场也去了，电影也看了，你还想怎么样？接电话。喂。喂，少磊，你在哪里？怎么那么久都没有接我电话？哦，我在洗澡。手机放在床头上，所以有什么事吗？没有什么，只是想你。哦，那没事的话早点休息。少磊，你最近很忙吗？你都没有来看我。哦，对了，我帮你联系那个最具权威的神经系统医生，他下周会来上海，我会安排你们碰面的。那没事的话，就先这样了。好，晚安。停车！停车！钟可可，你干嘛？你给我站住！唐总裁，你还有什么吩咐啊？我已经陪你胡闹1天了，我也很累了。你闹够没有？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只是什么？你刚刚那算什么？你把我当什么？干嘛要骗若姐？我又不是故意的。对你不是故意的，但你还是骗她。没错，我是跟你借钱了，并不代表我卖给你。钱我会还，协议我也会遵守，并不代表我什么都得听你。你自己去跟若姐解释清楚吧。可可，我没有那个意思，我发誓，我没有那么想过。我以后不会了，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你这个女人，为什么总是那么的理直气壮？为什么道歉的人总是我？是，我是跟若杰说了谎。可是你让我怎么跟他说？说我跟你在一起吗？好啊，我本来就想让他明白我的心意，我会找机会跟他说清楚的。你敢？
你终于肯理我了，对不起。你试试看，你要是让若杰伤心的话，现在你最拿手的事就是威胁我了。我也知道不能让若杰伤心，可是你呢？我呢？我的心在一步步的走向你，我根本控制不了他。那我们要怎么办？你难道就能眼睁睁的看着我伤心吗？你这个，你走开，别让我看见你。你上来。哎呀，唐少来，你活在人世间干嘛呀？掐死你，掐死你得了！协议书第9条，无论是因为什么原因，唐少磊都不能跟梁若杰分手。如果我毁约呢？你不要逼我，否则……否则什么？你怎么来了？谁让你突然跑过来的？赶紧走！你还没有回答我。如果毁约的话，你该怎么办？哎喂！哎！出去！出去！钟可可，我受够你了！你永远都把我往外推。今天你必须给我个答复。我们协议谁都不能反悔的，你忘了？你少拿协议威胁我，我今天就是要反悔。你能拿我怎么样？你让我怎么样啊，唐少磊？你每次都有一堆理由把我推开，你从来没有顾及我的心有多么痛。你走，我现在不想看见你。我今天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你逃避。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去跟若杰说清楚。你闹够没有啊？钟可可，你真的很过分。其实你心里早就失定我，认定我对你拿你没辙，要对你百依百顺，对不对？我没有。最好是没有。我今天就跟你说清楚，我不想要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我爱的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别指望再耍花招离开我。不要逼我。我就是要逼你。今天我不逼你，永远你只会逼我。混蛋！你就一混蛋！我就是混蛋。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话，有这么难吗？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我，有这么难吗？我以为你今天只约了我自己。可可有话要对你说。可可有话跟我说，那唐总裁是不是要回避一下？我可能说的不够清楚。可可有话要当着你的面前跟你说。嘘。
对不起啊，可可，自从回来之后，出版社一直很忙，所以没时间来看你。那我既然约你过来，没耽误你工作吧？不会，只要你约我，什么事我都会来。杨明，是这样的，我呢，认真的想过了。那天在观浪渔村你跟我说的那个事儿，我可能没办法，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没有，你很好，你特别好，就是我可能没办法跟你试着交往。那是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被别人威胁跟我讲这些？你是什么意思啊？我威胁他？你当我唐少磊是什么人？他没有威胁我，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对不起。那我可以问原因吗？算了。对不起啊，杨明。你除了跟我说谢谢，就是跟我说对不起。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很希望，你对我可以像对他一样，横眉冷对。因为呢，至少他表面里拿我当自己人。唐总裁，我要提醒你，希望你可以对可可好一点，不要欺负她，更不要伤害她。不用你操心，我早就跟你说过，可可由我来守护。记得你曾经跟我讲过，脚踏两条船的人，没有资格谈守护这2个字。今天我把这句话同样送给你。如果你真的爱可可，希望你赶快解决你跟若姐之间的问题，否则怎样？否则无论你们2个走到哪，我都会把可可追回来。恐怕你没有这个机会。希望你可以说到做到。谢谢，对不起，我能对你说的只有这些。唐小姐，很抱歉，你跟东东的骨髓配对并不成功，所以你不能为他做骨髓捐献。不成功是什么意思？医生，我是他的妈妈，我是他最亲的人，怎么可能会不成功呢？要不再验一次，再验一次，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呢？唐小姐，你此刻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但是直系亲属做骨髓配对，只是说比普通人概率要高一些，并不是说100%就能够成功的，所以，这位先生，你是东东的父亲吧？哦，那你也应该尽快的做骨髓配对。要知道，除了你太太以外，你的匹配几率也应该是一样的。我不是东东的父亲，不过我会尽量找到他的。少英，为什么偏偏就是不行？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们母子？
就算用我的命去换东东的命，我也愿意的。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少英，你别难过了。一凡，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到底要怎么办？我不可能这样子看着东东一步一步的走向死亡，我不能，我没有办法。少英，也许有一个问题不该我问，但现在能救东东的只有他。你告诉我，东东的爸爸是谁？东东的爸爸是李浩。3、4、5、6、7、8、4、2、3、4、5、6、7、8，再来一遍，1、2、3、4、5、6、7、8，2、2、3、4。我只有5分钟。东东病了，他得了急性髓性细胞白血病，现在在进行化疗。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就是骨髓细胞移植。前2天少英做了细胞配对，可是失败了。所以现在唯一能救他的办法，只有你。所以就当我求求你，救救东东。就不能再等几天了？你说什么？我还有几天就要首演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东是你的儿子，我没有说不去，只是说等几天去。等我首演成功，我就一定走。你配做东东的父亲？搞什么？门都不关。唐少磊，你要的中式外卖到了啊。唐少磊，在不在家呀？30，终有一天，你会明白，失去是为了让你学会如何拥有。to
终有一天，你会发现，再痛的过往也会烟消云散。终有一天，你会看到，暴风雨后的天空总是挂起彩虹。终有一天，幸福会向你飞奔而来。记得，到时把治愈爱的创可贴带回这片海滩，让它为你永远守护着幸福。可可，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不能没有你。我没有办法骗你，更没有办法骗自己。现在的我，心里只有你。就这1分钟，我们不要在乎任何事，任何人。现在只属于我们2个若姐，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你不用跟我解释，我只相信我看到的。我今天已经跟经纪人说了，取消所有的巡演。医生不是说正在康复中吗？他说过，你的手只是神经性的损伤，这只是暂时性的。我自己的情况，我比谁都还要清楚。我恐怕这一辈子都不能再拉琴了。若姐，别这么想。
不会的，你的手一定会好起来的。如果我的手好不了呢？你会怎么样？你放心吧，如果我的手好不了，我也不会拖累你的。我知道，如果我拉不了琴，就不是什么小提琴家了。这样你妈也不可能同意我们在一起。你别这样说，你明明知道我根本不在乎这些，我也不是因为我妈才跟你在一起的。真的？你真的不会嫌弃我吗？你别想那么多，我不会让这种情况发生的。少磊，我真的很爱你，真的很爱你。如果我没有你的话，不知到底该怎么办。会好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东东，是不是不舒服？东东，你听到我讲话吗？哎，你不要吓我！医生，东东，医生，快来啊！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医生还没出来。我昨天晚上给东东盖被子，然后他的手很冰的，我一直叫他，然后他都不醒，我一直叫他都醒不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好，你别急，冷静一点哈，有我在，啊，一起。阿伟，东东怎么样了？对不起，东东对2期化疗药物有排异，除非能尽快找到相应的骨髓，否则的话，情况很不乐观。我去找李浩。不要去找他，不要再去找那个人了。可是东东他现在……这一次我们的主旨呢是希望我们可以摆脱城市当中的一些阴影和压抑，让每一位客人能够感觉到我们到了DH度假村就可以感觉到非常漂亮的蓝天，可以拥抱大海，可以感觉到这里非常清爽的空气。不要拉着我，我现在就要给你们董事长，不要再拦我！拦着我！董事长在开会，不要拦着我！救救我的孩子！
子。二位，你们的骨髓配对已经做完了，你们先休息一下，有什么事儿我会通知你们的。好了。妈，你还好吧？没事啊。我以为你不会原谅少英。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这么冷血的妈妈。如果今天你看到少英对他儿子的时候，你就应该明白，所有的妈妈都是一样的。谢谢。傻丫头，有什么好谢的？再说了，东东也是我的亲人。少英竟然是他的妹妹，他们竟然是……看着你们两兄妹感情那么好，就让我想到我妹。你有妹妹？她离家出走了。真的假的？唐少英，唐少磊，我竟然从没把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少英、少磊，他们是兄妹，真的是兄妹。
哥，你没事吧？忍着点啊，很快就好。没事。还没事呢，都肿成这样了。哥，我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跟你一样，到现在都还没缓过来。谁都不会想到她是唐家的女儿啊。不过话说回来，那么多年，她一个人把东东带大，确实挺不容易的，挺佩服她的。还有那个唐少磊，他真的没有骗我们，他也有一个妹妹，还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少英现在变成这样的身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有什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的？她还是我们认识的唐少英啊，她还是东东的妈妈呀，这点没变吧？其实呢，我觉得也挺好的。你看，这样一来，东东就突然多了很多亲人，然后也多了很多后援的力量。这样的话，他的骨髓配对成功几率不就更高了吗？也对啊。希望有一个人可以跟他配对成功。不过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唯一能做的就只能是为他祈祷。谁说我们现在什么都做不了啊？前2天东东还吵着要喝你炖的鸡汤呢。还疼不疼？看看。顾小姐，你好，住在这里面，李东东去哪儿了呀？哦，你们不知道吗？李东东已经转到楼上的私人病房了。私人病房。医生啊，这些营养食谱你都看了没有？董事长，这些一早我已经看过了，可以这样安排。71671，这儿呢。这些营养食谱千万不要对孩子有不利的影响，知道了吗？另外呢，孩子在生病期间胃口不好，所以这些因素都要考虑进去。董事长，请您放心，这些我都考虑进去了。你们辛苦了。不客气。妈，不用这么麻烦了。东东醒来想不想吃东西还不知道呢。什么叫麻烦呢？就是因为你平时马马虎虎，孩子才会这样。你。以晴，爸，你帮我看着东东啊。一凡，可可，你们来了，怎么不进去呢？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人照顾东东，所以关于我的事情，没有早一点告诉你们，对不起。没关系。你又不是故意要骗我们的。
我知道你肯定有自己的苦衷嘛。那是你们炖给东东的鸡汤吗？你们干嘛？想要拿回去啊？要是东东睡醒了，吵着要喝的话怎么办？少英，破姐，姐，少英，真的是你！少磊跟我说你回来了，我都不肯相信他。破姐，对不起，我欠你1万个对不起，欠你1万个谢谢。你们终于可以重逢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我想让你知道，有一种患难与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取代的。我8年前因为少磊妈妈反对不告而别，伤了她的心。你曾经也问过我，如果爱一个人，为什么还要选择离开？对，以前我也不懂，如果真的爱一个人，为什么要轻易的离开？现在我懂了。不，你不懂。当年的确，我答应了少磊的妈妈说要离开，可是我又舍不得，我就反悔了。就在我准备要去唐家找少磊的时候，我正好看到了要离家出走的少英。我在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要替少磊去照顾少英。我跟少英整整生活了2年。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钱，我到处在外面给别人拉钱，我们就是靠这样生活。后来，少英又非要跟李浩结婚，我已经尽力去挽留他了，可是你帮少磊照顾少英，你一定很爱少磊，你一定比所有人都了解他，所以你才会知道少英是他最疼爱的人。是的，所以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我一直都爱着少磊，从来没有停过。我跟少磊永远会有这样的联系，他永远会记得当时我为他照顾少英的那段时光。尤其是现在少英回来了，我们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在一起，所以钟可可，放手吧。就像我说的那样，只要我不放开少磊，他也永远不会主动的跟我说要分手。在他的心里，他一直都觉得有欠我，更何况我的手再也不能拉小提琴了。我应该更美丽，我应该更美丽，我应该更甜蜜，让你不会那么快感觉到你。再也不能拉小提琴。是
少磊没有跟你说吗？我把接下来的巡演全部都取消了。我这辈子要彻底跟小提琴说再见了。该说的我也都说完了，谢谢你一直有那么多耐心听我说话，我先走了。叶凡，你在生我的气，对不对？我知道你心里一定怪我，因为我太多事情都没有告诉你。我真的宁愿你冲我发脾气，我也不想要像现在这样。盛英，少英啊，东东醒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他醒了。快去吧，东东现在需要你。至于其他的，以后再说吧。快去呀！你不跟我去看东东啊？我还要等可可，你跟他说我过2天看他。那好吧。唐总裁，听说前几日你失踪多年的妹妹突然出现在 DH Mall， 请问有没有这回事？我现在不接受任何的采访。为什么不接受采访？难道你怕暴露什么事实吗？你们说对不对啊？对啊！唐总裁，据某些相关人士爆料，说你妹妹突然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她在离家出走的这段日子里有了一个孩子，并且这个孩子现在就在这家医院，请问是不是真的？是啊。对不起，无可奉告。我们想了解一下女孩没答应离家出走的真实原因。对啊，还有你妹的小孩现在病情究竟如何呢？请回答。是啊，让我们一下。我觉得今天晚上我们怎么都该出去摆摊了，不然的话，太对不起那些慕名而来的食客。不愧是姓钟的，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鼎亨财团董事长唐百博之女唐少英，哇，她竟然是鼎亨集团董事长的女儿，真看不出来啊，连架子都没有啊！你看，这上面说她还有个儿子呢，在哪呢？天哪！天哪，没想到，真是没想到。总监，还不说话，要在这聊什么天啊？
医生，怎么样了？对不起，很抱歉，你们的骨髓配对结果都出来了。这可怎么办？医生，你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救救这孩子。医生，不管用多少钱，一定要找到相对的匹配的骨髓。我就不相信，这么大的中国只找不到。少英，你要坚强，你现在绝对不能倒下。我们一定能找到跟东东配对的骨髓。对不起，如果连直系亲属都无法匹配的话，恐怕真的很难。还有我。好消息，配对成功了。李浩先生，你可以为东东移植骨髓。李浩，谢谢。少英，开心吗？我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比这一刻更觉得幸福了。而且我现在坚信，东东一定会好起来。哥，其实你这一阵子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一些。我一直想要问你，你是喜欢若杰多一些呢，还是可可？我知道，因为我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亏欠若杰很多。可是感情不应该被这些事情左右吧？应该要顺从自己的心啊。什么都没有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题，不是我的。对了，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什么忙？可可之前。少磊、少英、如姐，我听到好消息就马上赶过来了。少英，我刚刚听到好消息，这真的是，我就知道东东肯定没事的。谢谢你，若姐。谢谢我干嘛？走，我们一起去看东东吧。嗯。哥，我刚刚跟你说的事，你要记得哦。走吧。医生告诉我们，再过3天就可以安排做手术了。只要东东现在用的药没有排异的反应，就能很快的康复了。少磊，你怎么了？少英是不是跟你说了一些什么？你怎么看起来有很多心事？
没什么，小事。果然是兄妹，才刚团聚，就已经有那么多悄悄话好说了。你知道吗？我跟少英生活了2年，我一直都觉得她很独立，不太爱说心事的一个女生。可是我现在发现，原来不是因为她独立，而是因为她不想跟我分享而已。知道，因为我的关系，你可能会觉得亏欠若姐很多。可是感情不应该被这些事情左右吧？应该要顺从自己的心啊。我什么都没有说，这是你自己的选择题，不是我的。对了，哥，有个事情我想要请你帮忙。晚安，早点休息。晚安，路上小心。老板，在。吃点什么？我们的一锅鲜挺好的。好，螺丝是吧？你来干嘛？跟我走。干嘛？走。老板，来。哦。大哥，我又哪儿得罪你了？放手！钟可可，我问你，你跟我这50万是拿来干嘛的？我给你借50，你在质问我？你忘了我们协议第5条，你不能向我打听钱财的用途的。我管他什么协议。东东病了，需要医药费，你为什么不问我？你拿了我的钱来救我的亲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那我当时又不知道东东是你的外甥。就算东东不是我什么人，你把我唐少礼当什么？你到底有没有在意过我？我只是可以借你钱的债主吗？你宁愿自己独自承受，也不跟我说。我在你心里到底什么位置？只要我不放开少伟，他也永远不会主动的跟我说要分手。在他的心里，他一直都觉得有欠我，更何况我的手再也不能拉小提琴。你说，你也有说不出话的时候。你说啊！你骂够没有？骂够了，是不是轮到我说了？你刚问我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对吧？我这几天一直都在想，我到底把你当成什么？一个我连快乐、难过，甚至是遇到困难我都不愿意去分享的男人，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那你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承认，在我不知道你是唐少磊之前，我跟你确实有过一段很快乐的回忆。但这种快乐，我跟杨明在一起的时候也有。所以呢？所以我觉得其实现在这样挺好的。你跟少英兄妹相认，我就更加没有什么心理负担了。我跟你借的那50万确实是给东东垫医药费用的。既然东东是你的亲人，那这笔欠款可以一笔勾销了吧？钟可可，我警告你，不要跟我说这么过分的话。过分吗？你现在一点都威胁不到我。欠款已经不存在了，这个协议也就作废了。我现在自由了，从今天开始，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别拦着我。所以你到底想说什么？你到底想做什么？喂，杨明，你有没有空？我想跟你。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想打电话给他？我就这么迫不及待想给他打电话。我从跟你签那个协议开始，我就想给他打电话。可可，真的就算我求你，把少磊让给我好吗？你什么都有，你有疼爱你的家人，有杨明，还有一个很好的事业。你每次都有一堆理由把我推开，你从来都没有顾及我的心有多么痛。你走，我现在不想看你。我今天说什么也不会再让你逃避。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我现在就去跟若姐说清楚。你闹够没有啊？钟可可，你真的很过分。其实你心里早就吃定我，认定我对你拿你没辙，要对你百依百顺，是不是？我没有。最好是没有。我今天跟你说清楚，我不想要再跟你这样下去了。我爱的是你。从今天开始，你别指望再耍花招离开我。不要逼我。我就是要逼你。今天我不逼你，永远你只会逼我。混蛋！你就是一混蛋！我就是混蛋！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话有这么难吗？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我，有这么难吗？没错，我是跟你借钱了，所以我必须忍气吞声的。你跟我提那些无理要求，我不能说不。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忍着呀？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憋着呀？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有多难受呀？够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在伤害我？可是你还是说了。现在这样挺好的，反正合约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就不用再彼此折磨了，挺好的。那是你自己的想法。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赖着你，你能拿我怎样？你要非赖着我，是不能拿你怎么样。但今天我必须得把话说明白。从今天开始，别来找我，别给我打电话，别再让我看到你。我们没有任何关系。Everything I'm thinking of you, everything about you, every minute I want you to come, every minute I want you to come closer.